你焦虑吗？快收下这本焦虑自救手册。人生最大的财富就是健康。本频道收集分享网络医学资讯知识，敬请收藏订阅。有新影片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。点进来的你，是否正处在焦虑状态？先做一个深呼吸，我们一起来了解和消灭焦虑。自救指南1：加强认识，分清焦虑情绪、焦虑症。解决一个问题的前提是要了解它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焦虑情绪和焦虑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有焦虑情绪不代表就是焦虑症。焦虑情绪往往表现为紧张、痛苦、恐惧、坐立不安，同时伴有一些植物神经功能的紊乱，如呼吸加快、心跳加快、出汗、失眠、头晕、注意力不集中等。焦虑症状如果持续了一段时间，影响到了正常的生活，比如学生不能正常学习，成年人工作时的效率大大降低，不能进行正常的社会活动，我们才会定义它为焦虑障碍，即焦虑症。所以，一旦发现有焦虑的症状表现，不要一下子就紧张地怀疑自己得了焦虑症。如果没有严重影响工作和生活，你可能只是有焦虑情绪，而这人人都可能会发生。焦虑症和抑郁症，大家经常会分不清楚，这是因为焦虑症和抑郁症经常会共病，也就是说，抑郁症的患者也会有焦虑症的表现，焦虑症的患者有时候也会有抑郁症的表现，这两者可以相互影响，共同存在。但总的来说，焦虑症往往是表现为心慌、出汗、坐立不安等，而抑郁症则是表现为情绪低落、疲乏无力、注意力不集中等。而且有些情况下，焦虑症对个体的影响比抑郁症轻。有很多焦虑症的患者，通过自身的调整，也能很好的去应付一般性的日常工作。自救指南2：克服恐惧。关于焦虑症的治愈、复发与遗传。1、焦虑症可以治愈。当被问到焦虑症是否能治愈时，90%以上的患者，只要看医生、遵医嘱，家人和社会多一些合理的支持，都能获得很好的治疗效果。所谓的治愈，主要看患者自身的感受。如果通过治疗，患者的症状消失了，不再感到痛苦，可以轻松交谈，正常的学习、工作，能够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，也就证明是治愈了。所以，对于治疗的效果，大家应该要有信心。2、焦虑症有可能复发。精神障碍最大的问题就是复发率比较高，包括精神分裂症、抑郁症等等，都有复发的可能性。当然，焦虑症也可能会复发，所以焦虑症需要较长时间的治疗，降低复发的可能性。如果复发又出现以前的症状了，就要继续看医生，继续治疗。3、焦虑症不是遗传病。焦虑症不是遗传病，却又确实跟遗传因素有关系。研究发现，焦虑症具有一定的家族聚集性，有时候往往发现一个家庭里出现好几个焦虑症患者，所以遗传基因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。但是，拥有这种遗传基因的人是否会发病，还是取决于一些后天因素，比如从事一些急救、创伤的职业，受到地震、洪水、灾难等环境因素的影响，离异等家庭因素影响等等。总的来说，一个人受到心理创伤或应激的压力越大，焦虑症的发病率就越高。自救指南3：积极治疗，坚持治疗。自我调整。1、坚持治疗。焦虑症主要有2大治疗方法，即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。药物治疗大概分为2类药物，其一是苯二氮卓类，就是常说的安定。这类药物长期使用可能会使部分患者产生药物依赖，所以现在大多使用的是第2类，也就是抗抑郁药，主要是无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，它也可以治疗焦虑症，而且没有成瘾性，在国内外都被推荐作为1线药物治疗焦虑症。非药物治疗包括心理干预、物理治疗。物理治疗可以采取生物反馈，比如电刺激治疗等。在焦虑症的治疗中，一定要坚持治疗，如果随意停药的话，治疗效果会大打折扣。2、自我调整。运动可以使人放松，不管是跑步、打球还是游泳、爬山都可以，尽管选择自己喜欢的，从小量开始，循序渐进，
只是每次持续的时间必须保证，不能3、5分钟就放弃，一般要达到身上出汗的状态，心率超过140次每分，也就是至少半小时的中等强度运动。如果你是轻度的焦虑患者，还可以通过听音乐、和朋友聚会聊天、度假旅游来进行调整，把眼前让你焦虑的事情梳理一下，或者干脆暂时放下，多些积极的心理暗示。事情来了，顺其自然，承认它，接受它；困难来了，不消极被动，积极的面对，尽力而为，其他的便让它随风去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希望今天视频对你有所帮助。欢迎订阅，点击小铃铛，有新影片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。点个赞支持我们吧，我们下期再见，谢谢大家。